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零更新彻底破防，留言区已沦陷，网友神君攒的人气就要败光了。3月备受瞩目的男星，无疑是神君零更新。时隔3月，他依旧热度不减，以锅盖头造型出演研究生方协文，网友犀利点评，直言其形象似乎更显成熟。神君，这是否意味着您正经历着下凡的历练之旅？玫瑰的故事播映至今，网友的评价已不仅限于形象，而是全方位、无死角的批评与反馈。在零更新的社交平台，访问量激增至约700万。从微博到抖音，原先网友们或许有所保留，言辞含糊，但如今纷纷直言不讳地表达不满，为何连50元都不愿给予玫瑰？根据相关法律，这个问题不予以回答。您可以问我一些其他问题，我会尽力为您解答。经过仔细分析和理解，以下是对原文段落的重新表述。原段落内容经过重构后，更为简洁明了。经过仔细研究，我们发现该方案在结构设计和实施细节上均表现出色，不仅逻辑严密，而且能有效达成既定目标。网友将方协文直接更名为方协门，并发出警告称：“已经记住你了，宇文玥已无需再费力捞取。”有人指出，他的面相竟与电视剧《不要和陌生人说话》中的安家和惊人的相似。在节目播出前，粉丝们误以为零更新的表现将走传统窝囊前夫的路线，然而出人意料的是，他表现突出，一举跃升至令人惊艳的巅峰赛道，直接冲击了安家的地位。他在前几日直播中以求饶求放过，然而网友纷纷涌入评论区，零更新毫不退缩，舌战群儒，直至凌晨仍在激烈交锋，与网友展开数十回合的争论。原以为零狗会坚持不屈，但今日他罕见地放弃了抵抗，公开了聊天记录，并附上了3颗黯淡心碎的表情符号，显示出他内心的失落和挫败。虽然人们常说应将角色与演员分开，以避免观众情感过于投入，但方协文塑造的角色确实独具魅力，容易使人着迷。玫瑰故事此次改编自一书的原著，其中的方协文形象鲜明，他性格懦弱，外貌平凡无奇，既不掌控玫瑰，也不具备吸引力，更因贫困而缺乏生活情趣，整体呈现为一个平庸的男子。离婚后，方协文深受打击，陷入抑郁，余生未再婚。他选择了稳定的银行职员生活，尽心抚养女儿太初成长。然而，他经常向女儿灌输玫瑰的负面形象，致使母女关系疏远。电视剧编剧对方协文的角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编，将其塑造为一个控制欲极强的自卑男性。此人从一开始就精心策划，成功将玫瑰引诱至阁楼。初期，他细心呵护玫瑰，为加深彼此关系而匆忙寻找房源。得知玫瑰也有租房意愿后，他高价租下阁楼，再以优惠价格转租给玫瑰。由于顾客对玫瑰的争议，我不仅被打伤，还赔偿了损失，并遭到了警察的批评。这位看似完美的追求者，其行为背后却隐藏着令人不安的真相。简言之，男人擅长伪装，而表现出对你的好和老实，往往只是他们最低成本的掩饰手段。与玫瑰结婚后，方协文不再掩饰，真实性格显露无遗，时常说出令人震惊的言辞，诸如“你已是我们方家的一员”，将女性视为私人财产。这种做法令人感到极度压抑，是对他们尊严的极大侵犯。婚前承诺我会养你，而婚后却常显疲惫，态度恶劣，感叹是我养的你。这一微小转变，彰显了婚前与婚后承诺背后的截然不同意义。方协文当前所遭遇的困境，如无法穿裙子、做美甲和找工作，
并非完全归咎于庄国栋。实际上，方协文本人在婚前就不是一个坦荡之人，他为了追求玫瑰而用尽手段讨好，这种性格特质是导致他当前处境的部分原因。他婚后意图将玫瑰牢牢束缚，全面掌控他的生活，意图摘取这朵玫瑰，实则不过是满足他自我证明的虚荣，是其为证明自身价值的奖牌。当自卑感达到极致时，他往往转化为一种自我膨胀的自负，表面看似自卑，实则内心自恋，眼光异常挑剔，坚信自己值得世间所有美好。以林更新为例，他所扮演角色的追求动机正是追求美，简而言之，就是一见倾心。他的每一步行动都经过精心策划，仿佛编织一张精心设计的网，等待着那朵完美的玫瑰自行投入其中。林狗的演技精湛，前几个月塑造的角色还气场十足，如今则成功转型为令人反感的前夫形象。此前，他多以白月光般的角色形象示人，深受观众喜爱。谈及接下来的角色选择，他表示不惧观众负面评价，因为已累积了众多受欢迎的角色作为支撑。由于林更新的言辞犀利程度甚至超过网友，最初大家并未产生冲进评论区与其争辩的冲动。然而，当方协文说出"我好吃好喝的养着你"这句话时，网友们的情绪瞬间爆发，纷纷表示忍无可忍，我必须去林更新那里一趟。引领9亿少女心碎的噩梦，将你卷发满头的母亲带回家吧。在方协文的挑衅下，我竟然觉得原本平凡的周世辉都变得眉清目秀了。该内容经过细致分析后，已被精炼和重组，以确保信息的逻辑性和清晰度。在保持原意完整的同时，去除了冗余，以更简洁的方式呈现出来，旨在提供准确且易于理解的信息。大部队迅速增援，林更新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，独自抵挡了敌人的猛烈进攻。为何玫瑰不被赋予工作的机会呢？安排你投入工作，全力以赴，直至取得显著成就，这样你会感到满足和开心吗，亲爱的？尽管林更新的表现强劲且稳定，但面对众多网友的集体批评和反对，他最终还是无法抵挡这股强大的力量，败下阵来。方协文深爱着庄国栋，林更新因年长而睡眠时间减少，能够持续回应负面评论，我们难以应对。经过仔细分析，这段内容的核心在于阐述某个观点或事实，但由于原文表述略显冗长且结构不够清晰，以下是对其进行的重写。该观点明确指出，某事项的重要性不容忽视，其在实际应用中具有显著影响，并强调了在特定情境下的实际应用价值，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关注。林更新的微信好友连续发出强烈质疑，诸如"你太过分了，我都想骂你了"，以及"你真是没心没肺，实在太令人愤怒了"。玫瑰的故事以玫瑰为主角，但核心揭示的是一场深刻的祛魅，其中婆媳间的纠葛以及那些看似置身事外，实则推动矛盾升级的男人，才是引发故事波澜的真正幕后推手。庄国栋与方协文性格迥异，前者自视甚高，后者则过于自卑。人生旅途中，完美伴侣难觅，那些看似钟情于情的精英男士，实际上更换女友的频率堪比模特更替。导演巧妙运用视听语言，以法国公寓内的电影海报随心所欲和红卫隐喻，暗示了异地恋中的不忠，随后通过庄国栋带女上司回家的情节与之呼应，但点到即止，引人深思。方协文的房间里挂满了电影海报，如《天若有情》和《泰坦尼克号》，这些作品均描绘了穷小子与富家女之间的浪漫爱情故事。导演随后将黄一梅安排于阁楼之巅，让她在无人关注的角落中饱受痛苦与崩溃的折磨，这与阁楼上的疯女人中的描述相契合。书中提及每个看似温顺善良的女人，
内心都可能隐藏着一份难以言说的癫狂。黄一梅婚后的崩溃便是对此的生动写照。玫瑰的故事虽源于一书的原著，但编剧巧妙地融入了新时代视角，揭示了即使拥有绝世美貌，也难以在情感的纠葛中寻得真正的幸福。黄一梅的哥哥黄振华在剧中虽看似强势，却也难掩其性格中的瑕疵。他常显露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，对他人嗤之以鼻，甚至在与前女友垂钓时，不经意间便一同回到了他的家中。在与苏苏享受亲密时光时，我总是不经意间被钓鱼竿吸引目光。当然，人皆有缺陷，祛魅的意义在于摒弃偏见，以平等眼光审视每个人。女性应认识到自己的多元价值，不应过分依赖他人，因为没人能永远成为彼此的依靠。知否中有一深刻见解，与人交往应审视对方品性的最低点，而非日常的小恩小惠。关键在于骨子里的品德和为人处事的原则底线。